观之道为师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有一种眼部疾病，就像长白头发一样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迟早会找上门。近日，演员林青霞写了一篇文章《我的右眼珠》，其中提到她早年拍电影时伤到了右眼，近期因打羽毛球再次误伤到这只眼睛，在治疗时意外发现了白内障，并接受了手术治疗。1954年出生的林青霞今年67岁了，网友纷纷叹息感慨，岁月不饶人，连女神都需要做白内障手术了。在中国，白内障是致盲率最高的眼病，并且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，哪怕你才30出头，如果有高度近视、外伤等危险因素，就容易比其他人更早发病。别不以为然，如果你觉得小关是在危言耸听，那我们先来看看白内障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人眼中有个类似照相机镜头的透明结构，叫晶状体，它原本是透亮的，可以折射光线。如果晶状体变得浑浊，眼睛就会无法看清物体，也就形成了白内障。白内障有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，起初会出现视力减退、视物模糊，以前戴眼镜能看清楚的东西变得看不清，视力下降越来越重，慢慢的光感、色彩的敏感度也会降低，甚至对颜色辨别困难，还可能出现复视、眼前黑影、视物发暗、畏光等症状。随着视力进一步减退，就会变得看不清手指个数，只能看到人影，直到视野暗淡，接近失明。害怕了吗？那么我们该如何早点发现白内障呢？或者说白内障有哪些早期表现？跟着小关往下看。1. 屈光状态变化。有些老花眼患者原本在40多岁时因为远视，眼睛视物不清，突然在50多岁时眼睛看得清楚，这时千万不要以为是好事儿，很有可能是白内障的早期症状，出现了很明显的屈光状态变化。2. 配镜也无法矫正视力下降，出现视力模糊。如果配镜时发现无论如何加减镜片都无法矫正视力下降，也有可能是白内障，要提高警惕，及早去医院进行检查。3. 看灯光不聚集，发生散射。在白内障的早期，患者晚上看灯时会发现灯光都带一条尾巴，或者有一圈红晕，这也同样提示晶状体质地不均匀，发生了散射。4. 近视度数突然加深。如果出现原本正常的视力突然变成400到500度甚至1000度，通过眼镜能够进行矫正，但是戴一段时间后视力又不合适，几乎每半年就要换一副眼镜，这种情况也要提高警惕，很有可能是晶状体发生不均质变化，造成了用眼障碍。5. 视物有颜色改变。有些老年患者在白内障早期，视物可能还会有颜色的变化，比如将白色的墙看作淡黄色或黄色。若出现以上症状，大家千万要提高警惕，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。当你发现一段时间里视力下降得很快，或看东西越来越模糊，就要格外小心，尤其是老年人。如果家里有照片，可找来一张自测视力。如果一张正常的色彩鲜艳的彩色照片，自己看着却发黄，对比度、鲜艳度下降，像一张旧照片，很有可能是患上了白内障。这是因为眼睛的晶体除了浑浊还会变黄，使部分患者出现色彩辨识度下降。如果出现上述症状，应及时到医院眼科门诊进一步检查。和阿尔茨海默症一样，目前没有任何一种药可以阻止逆转白内障，包括各种网红眼药水。药物一般只用于早期白内障患者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白内障加重。手术是目前唯一有效的治疗方式。只要白内障的程度已经影响工作、学习、驾驶汽车等日常行为，都可以接受手术。有人说白内障要等完全成熟，甚至看不见了才能手术，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。如果拖到白内障成熟甚至过度成熟，不但可能引起继发性青光眼和葡萄膜炎，且手术难度会大大增加。白内障手术的过程不复杂，一般采用表面麻醉的方法，通过一个很小的切口10分钟左右就能完成，通常没有明显不适。虽说人人都会得白内障，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让它来得晚一点。这里小关给大家总结了6个知识点，快拿本子记下来吧。1. 光线强，外出要戴墨镜。过多暴露在强紫外线下，可能使白内障发展更快更早。在紫外线比较强的地方或季节，出门不要嫌麻烦，戴帽子、打伞、戴墨镜，
至少选一样。2. 别让身体脱了水。脱水时，人体会产生一些异常化学物质，损害晶状体，导致白内障发生。普通成年人每天应饮水1500到1700毫升，其中女性1500毫升，男性1700毫升。当遇到腹泻、呕吐、大量出汗等脱水状态时，尤其要补充水分。3. 摄入足够的维生素，尤其是维生素 C， 保证晶状体营养。每天最好吃够1斤蔬菜、半斤水果，适量多吃苹果、香蕉、番茄、菠菜、青菜、西兰花等维生素含量丰富的果蔬，以及鱼类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，有助延缓眼睛老花。4. 控好糖尿病等慢性病。相比正常人群，糖尿病患者白内障的发病率明显提高。此外，高血压、甲状腺功能减退等也容易引起白内障，要积极控制好这些原发病。5. 戒烟戒酒。吸烟、喝酒也会增加白内障的发病率，其中的毒性成分可能会对晶状体蛋白产生损害。6. 合理用眼。过度用眼会让眼睛提前老化，注意劳逸结合，避免一整天盯着电脑看东西超过1个小时，就应休息10到15分钟，做套眼保健操或者看看窗外。眼睛能辨别不同的颜色、不同的光线，视觉对人非常重要。除了白内障，我们还可以从眼睛里发现自身的疾病。当眼睛出现下面这几种症状时，依然要警惕。1. 眼睑有黄包，注意血脂。中老年人，尤其是女性，眼睑表面如果有黄色或橙色斑块，微微高出皮肤，不痛不痒，就很可能是睑黄疣。除上下眼睑，睑黄疣还可能长在胳膊肘、大腿、脚后跟等地方。出现睑黄疣，建议尽快就诊，并检查血脂指标，评估心血管疾病风险。此外，还需改善生活方式，包括合理饮食、适量运动、戒烟限酒。2. 眼球变黄，提示肝功能异常。肝炎和肝硬化等肝功能异常都会引起胆红素积聚，导致巩膜变黄。胆红素是血红蛋白的代谢产物，功能不正常时，胆红素无法正常排出，就会在体内聚集。3. 双眼血丝可能提示高血压，眼结膜上布满了毛细血管，一旦血管破裂，就会有充血现象。眼科专家提醒，通常结膜出血没有明显原因，但如果患有严重高血压或血小板缺乏等疾病时，结膜也会充血。但一般情况下，偶尔出现双眼血丝不用过度紧张，结膜炎、熬夜等都可能使双眼出现血丝。4. 瞳孔异常，提示中风、脑肿瘤等。正常情况下，左右瞳孔应该是对称的。如果瞳孔一大一小，或者一侧收缩的速度较慢、幅度较小，就可能是中风、脑肿瘤、视神经肿瘤等疾病的前期症状。5. 眼皮浮肿，提示肾、肠胃功能异常，内脏功能降低，代谢能力受影响，体内便会有水分积聚。所以，如果你经常眼皮浮肿，就要考虑是否有病变。肾、肠胃功能降低、心脏疾病都能导致眼皮浮肿，但具体问题出在哪儿，还要看有无其他症状，结合体检结果才能下结论。一般急性肾炎导致的眼皮浮肿，多数是在早晨明显，而心脏功能不好的人，水肿的情形会先出现在腿部，然后逐渐往上发展，直到发展到脸部和眼皮等部位。6. 眼珠突出，可能提示甲状腺疾病。别以为只有近视度数较深的人才眼珠突出，比较常见的眼珠突出病变还有甲状腺疾病。另外，眼内瘤、眼眶瘤、甲瘤或眼眶内炎症等眼部疾病也会引起眼突出。白血病晚期出现眼部转移，也会引起眼睛突出，因此建议有此症状者立即就诊。7. 眼皮下垂，提示糖尿病、脑中风等。老人常给人眼皮下垂的印象，其实这是眼皮皮肤松弛，是衰老的标志，不算真正的眼睑下垂。很多时候，眼皮下垂可能是重症肌无力、脑瘤、脑中风、高血压、糖尿病在眼部的表现。如果是糖尿病、脑瘤、脑中风的急性发病期，患者除了眼皮下垂外，还会有眼睛转动不灵活、视物重影等其他症状，建议立即就诊。
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